部剧因为杀神白起吸毒被迫换演员补拍，在历经波折延迟2年上映后，口碑却不断下滑，美化暴秦，魔改人物，篡改历史，演员出戏，剧情拼凑等骂名扑面而来。当年很多人吐槽这部《大秦帝国之崛起》砸了大秦系列的招牌，然而直到《大秦赋》的上映，观众才见识到了什么叫真正的烂尾。当年吐槽崛起的观众也突然发现这部剧好像也不是那么差，而且称它为近10年来最好的历史剧。本期视频咱们就来聊聊这部跌宕起伏的大秦续作。本着客观的态度，咱们该吐槽就吐槽，该夸赞就夸赞。嬴稷，你使天下之邪恶，暴秦不除，天无安宁。用剑使诈，血海深仇，不共戴天。母狼之君，人人当诛。我大秦要灭了六国，尔等回去好生吃喝，纵情享乐。没有多少年了，六国说灭便灭了。首先我们应该承认的是，这部剧相比于前2部，论制作水平、演员演技以及剧本而言，确实是低一个档次，但它延续了第2部的风格，论好看程度应该是和第2部不分上下的。然而它的槽点却比第2部要多得多。注意我说的槽点是当年网友们吐槽的点，并不是我本人观点。第一大槽点，剧本拼凑不连贯。众所周知，关于秦昭襄王有很多成语典故，还涉及许多经典战役，而剧中的叙事像是将其简单的拼凑在一起，没有连贯性。其实这也不能怪制作方，因为原白起演员被封杀，所以关于白起的戏份是全部让邢家栋补拍的。当时剧组已经拍摄完成，不可能召回全部演员，只能让邢家栋一人在绿幕前无实物表演，后期再让特效组进行抠图替换原演员。可一些场景很难替换的自然流畅，所以只能删除一些情节。恰好这部剧白起的戏份有很多，这就导致了许多情节的过渡和交代不够完整，加上该剧送审时又被迫删减了一些情节，所以最终呈现给观众才是东一块西一块。第2大槽点，历史人物丑化或美化，其中争议最大的就是丑化范雎，美化白起。这里先插个话题，关于范雎的读音，剧中是读的范睢，但史学界一般认为是读范雎，这是2个不同的字，2种发音，不同史书有不同的记载。范雎在历史上也是一代名相，他的远交近攻策略是秦国统一进程中的核心国策，他的谋略也为秦昭襄王打天下做出了重要贡献。可在剧中范雎的形象过于突出他睚眦必报的小人一面，很多观众表示一整部剧看下来没发现范雎在剧中起到了什么作用，没看出他有什么智慧，相比前2部的张仪商鞅差远了。这导致很多人通过这部剧也对范雎印象很不好，而白起乃一代杀神，可剧中对他的形象塑造的比较仁慈。请丞相明示，这攻人之道是不是要杀降民？本相只能说便是如此。如果真是这样，丞相以为不会触怒天道吗？尤其是长平之战中，将坑杀40万降族的责任全部推到了秦昭襄王和范雎身上，这在历史上本是有争议的事件，但看了该剧的历史研究者和史学家们纷纷指责导演歪曲历史。第3大槽点，演员妆容过于艳丽，磨皮严重，比如70多岁的秦王脸上居然没有皱纹。纵观整个大秦系列，确实一部比一部光鲜艳丽，但这也是时代趋势。看看如今的古装剧，那是美颜加磨皮，白得发亮，比悟空变得白无常还白，归根到底还是为了迎合新时代观众。第4大槽点，美化暴秦。秦昭襄王在中学语文课本中都是大反派形象，而到了这里却是象征正义的一方，把6国都塑造成阻挡统一大业的反派。我觉得这个言论有点可笑，因为大秦系列本来就是以秦国的视角来叙事，主角理所应当是正义的一方啊，且统一天下本就是历史大势所趋，哪一国有能力统一，哪一国就应该是历史功臣啊。且该系列的主题是讲秦国从弱国奋斗崛起，这不就符合当今时代的主题吗？第5大槽点，人物选角失败。在讲第2部纵横时，我们就提到了饰演芈八子的宁静和饰演屈原的杨志刚有争议，不少人或因为宁静或因为杨志刚都看不下去，而这部剧也是如此。杨志刚的屈原依然是个喷子形象，不过我认为宁静的宣太后比起第1部好太多了。这部剧她的年龄符合了角色，而且气质上也是更加到位，体现出了宣太后的霸气和治国能力。剧中有几段独白也是相当精彩。上古造字，玉王铜字，玉字三横一竖，三横乃天地人，一竖乃参通天地人者，
是魏王，我注定了要来趟秦国这浑水。为了爱他，我在他心里种下了一颗狼心。饰演昭襄王的张博也颇受争议，很多人看到他前期的形象，认为他没有秦王的样子。但是你要知道，秦昭襄王前40余年本就是个傀儡君王，而他前期的形象也符合这一点。到了中老年时期，张博饰演的嬴稷那股虎狼之君的气质立马上来了。这部剧是2011年拍摄的，当年才29岁的张博饰演这么一个跨度极大、难度极高的秦王，我认为是演得相当可以了。尤其是老年时期与傅大龙嬴驷在梦里的一段对话，颇具虎狼之君的霸气。先兄当年玉琢九鼎而血溅王己，今日寡人便为他了了这50年前的心愿，也是为父平生之愿。一国对6国，秦能敌否？即便嬴稷此生不能敌，但嬴稷的子子孙孙，父王的子子孙孙，定能够一统天下，成就一番大业。昭襄王死后的31年，其曾孙嬴政统一中国。总的来说，这部剧的槽点还是蛮多的。我以上所说5大槽点仍然没有说全，只是将观众提到最多的槽点列举了出来。但是这些都不是很致命的缺点，而且那位演员的作死确实是影响了整体质量。某瓣评分8.4也算是合情合理，至少有大情妇在前面背负骂名，这部剧就不可能是烂片。至于这部剧的其他优点，其实和第2部差不多。据张博本人所说，这部剧和第2部是同一个剧组同一年拍摄的，所以上一期视频我讲第2部是提了，这里就不提了，散会。